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11月4号到11月10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立委批陆电商在北捷看广告违法，就淘宝了民进党的立委林楚英与沈伯洋批评中国淘宝与台北捷运刊登广告，认为这违反了经济部的投资规范，投审会并且可能会威胁到台湾的产业与国家安全。那我们来看隔壁的美国Amazon 这么大的公司 CEO 都跳出来安抚股东了如果让中国电商大举来台，那真的会蛮恐怖的。来，第二，电商巨头推出咨询朋友功能沃尔玛与 Amazon 开发了新的功能，让用户可以将虚拟试衣间或是商品连结分享给朋友进行投票。这个功能能有效提升购物的转换率，但我的判断是不会带来爆发性的成长那就看他们来施行以后成效怎么样，效果好的话照抄就可以了。第三，台湾10大 YouTube Joeman 跌出 Top 5前5名。最新的台湾10大 YouTube 频道排行又进行了一波刷新Joeman 掉出了前5名然后排名前面的阿神跟这群人TGOP 都已经宣布停更，所以可预期明年的榜单大概也会长得不一样那这个就是 YouTube 的生态，血腥的战场。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 Tony 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什么有趣的新闻那我会挑选3个我觉得重要的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11月4号到11月10号所发生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立委批陆电商在北捷刊登广告违法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民进党立委林楚英与沈伯洋表示，大陆淘宝已遭经济部投资审议司那3度宣布违法，并要求撤资，所以他们在台北捷运月台及车厢出现广告，属违法行为。那林楚英立委指出，淘宝的优惠暗藏养套杀策略，一步步操控台湾的商品定价权，将对台湾的产业及国家安全带来冲击。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有松一口气幸好是立委有在关注这个议题，不然真的放任淘宝血洗台湾我跟你说，台湾的电商品牌死一半我们不要说别的，来看隔壁棚的美国就好。这是个文章的节录，然后我把划线的地方念一念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好，他写亚马逊在线上零售这块的成长步入停滞，面对中国电商 Temu 跟有人念 Temu 了那跟SHEIN的竞争对手亚马逊 CFO他说公司发现消费者对于价格更加敏感那选择购买更便宜的产品。你不觉得这个讲的是废话吗？这个消费者对价格更敏感，这你随便问一个国中生他也知道嘛那这个财务长他又不知道吗？这是特别需要拿出来这边解释的事情吗其实这个就是在对股东喊话，就是说我们已经正视到这个问题正在处理Amazon 一间在美国几乎是垄断电商的企业他们遇到这种中国倾销式的价格都严重影响业绩了，更何况是台湾。而且那个安克那个充电头，那个现在在 Amazon 上的那个充电充电头啊充电线的第1名的品类，那个跟第2名差距断崖式遥遥领先那个是中国的牌子。对啊，所以你平台是美国的里面的那个赛道里头的分类第1名还是中国然后品质还真不错嘞。对啊，所以中国真的是已非那种无下阿蒙，昔日的无下阿蒙，真的很有那个竞争力那我们台湾的电商巨头目前也没有哪一间形成近乎垄断的局面嘛那假设就真的让这些中国的企业就像大拉拉进来那你觉得他们会对台湾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定是破坏一定是破坏，这样价格就会被破坏掉。第二个新闻，电商巨头推出咨询朋友功能。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反正就沃尔玛那正在开发一个功能，虚拟试衣间
将感兴趣的服装套入一个与自己身形很像的模特儿来试穿，然后发给朋友问好不好看哦。另外 Amazon 也开发了类似的功能，你可以把商品链接传给朋友，让他们直接对这个进行投票它的应用场景有举例哦，例如说要帮爸爸挑圣诞礼物那可以把几个选项比方说电脑萤幕、智慧手表发到团队的聊天室，然后让家人直接投票这样。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这就是有趣有趣仅此而已。那之前我们在谈论那个 OMO 线上线下整合那些美国电商巨头，你看他们现在又不讲了，换方向尝试，就是让网络购物能够带有社交属性，社交电商，这不是中国玩烂的东西拼多多砍一刀，对不对？那我未看先猜现在它提升转化率的效果应该会好因为那个美国还没有被拼多多砍一刀这个洗礼过那初期会有效果。人家都投票你还不买，那最高票你不买你把我们大家当什么所以你说这个功能会不会带来成长？会不会带来爆发式的成长？应该也不会，因为这种需要讨论的场景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那它也没有那个直播塑造的环境来烘托那个气氛就是让你冲动下单就对了。你看他做的是投票，所以在投票结果出来之前你没办法下单对，那美国市场的反应那就看嘛，那反应好那个也不用我们来忙啦，就是某某那些一定会先抄。好，来第三个新闻，台湾10大 YouTuber Joeman 跌出前5名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先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那是因为电商就流量嘛那流量在哪里，我们的眼光就要看到哪里那这个 YouTuber 这个排行榜就是流量云集之地所以我们都要去了解看看。好，来台湾10大 YouTube 频道Joeman跌出 Top 5我来念一下有谁。第10名木曜4超玩台资源第9名蔡阿嘎，第8名 Joeman， 第7名 RA 味春卷，第6名阿滴英文，第5名阿神，第4名这群人，第3名 Pan Piano 就是懂的都懂第2名夜市特工，第1名齐轩订阅数就不念了，反正这些都有超过200万订阅。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这个排名里面，其中的第5名阿神跟第4名这群人已经宣布停更了，然后第10名的木曜4超玩看起来蛮危险的，他很可能就会跌出第10名这样那你去看他的频道观看次数跟订阅人数明显落差过大，就是200万订阅，然后一支影片也不会到200这样。那我未看先猜这10个频道，你应该也不是每个频道都有看过，尤其是那个第1名齐轩，对不对很多都是有听说过，但是你一支影片也都没看过。其实这就是现在 YouTube 的生态就你在圈子里会超级红，可是出了圈子人家不认识你，就你哪位这样。这件事情我们在行销上要怎么运用就很简单如果你预算有限，你就不要找大网红，你就去找那个可能订阅在3-5万的网红，他们会相对便宜很多，然后去看他跟观众互动的状况，互动好的转换率都会很有机会拉高这也不是秘密就跟你分享。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11月4号到11月10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立委披露电商在北捷刊登广告违法；第二，电商巨头推出咨询朋友功能；第三，台湾10大 YouTuber Joeman 已经跌出 Top 5讲八卦。我先说今天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录电商北捷看广告，就淘宝其实淘宝被台湾赶出去一次反正那时候我参与了，他们开幕茶会还邀我去，然后他办一个什么清空购物车活动，反正就是给你60秒还多久你就一直加购物车，然后时间到了他就帮你清空购物车有一个给他加什么3C 萤幕或什么的，就人家来挑自己喜欢的东西，他来进货的，他妈弄100多万那人家也是这样帮他买单风光光就被赶出去了一样就是几个立委关起门来把他赶出去，投审会就是说中资这样。这边要讲一讲就是说反中逢中必反中反中是一个政治立场，它更像是一门生意，就反中会有自己的基础客群这样反中一门生意，所以立委会关心这件事情，它有非常多的大旗可以打能摧毁台湾的产业、中小企业怎样没的那可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
淘宝99块人民币就免运哦，从对岸过来就免运哦。那我想这一次的双11啊，我录这支影片的时间已经过双11了哦。啊，我跟你说，我之前拍影片嘛，我认为momo业绩应该不会再创新高了。现在只是淘宝在那边99免运哦，然后贴中华复兴的广告，99人民币很好凑呢，你随便凑一凑就有了，然后就大陆就这样过来了，然后那个价格哦真的是很夸张，真的是很夸张啊！你说品质怎么样？有烂的也有好的，套用他们一句广告词，要贵一点好很多哦，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现在不止一些东西会从淘宝买，我一些建材啊，哦，那种我房地产那边的事啊，我建材我也都买淘宝的，然后淘宝有很多大厂啊，然后我买那些材料哦，还是蛮厉害的，很夸张啊。台湾就没有人做，也没有人卖。我想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如果红牌游戏或青叶游戏来做那种期，它这条生产线一定赔钱啊，因为我们的数量就不够嘛。可是中国小众不小啊，就变成这样。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它通缩了哦，通缩了啊。我们台湾的情况是什么？通膨了。好，那就应该要拿中国的通缩来对付台湾的通膨嘛。这就是解法，但是中间就卡着反中大旗哦，那就没有办法做到所谓的货畅其流。那你真的让货畅其流发生了，会发生什么事啊？中小企业会倒一片，对不对？真的是倒一大片，没办法。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强供应链哦。我没有要讲政治，没有要讲中国是什么，我们自己在业内看了都会怕，就是最强供应链哦。它出来的品质也 OK。你要比货色，当然是日本比较好嘛，哦，日货跟陆货，可是日货就没有做那种东西啊，哦，就没有做啊。像我最近买一个那个轮椅哦，长辈有要用啊，我们先准备起来，好，不要到时候叫我把它扛下去，然后这个我不要抖，那长辈要用，好，那个轮椅，好啊，轮椅就台湾的轮椅，你想就是那个样子嘛，对不对？啊，中国就有啊，就是轻便轮椅，它可以折叠，折叠以后可以放后车厢哦，然后全部才5.7公斤，然后又有什么几段调整，安诺，干只能买了，就中国就会有这样啊，中国小众不小，我们台湾厂商要开模哦，开模要几十万，这他妈我不知道卖多少才拼得回来啊。中国很奇怪，他马上想开模就开模了哦，这个就是通缩，就是说中国已经完完全全是货比人多的状态，而且竞争那个不叫激烈，那个叫惨烈。通缩很严重哦，通缩是怎样？就一堆失业找不到工作哦，然后工厂跟工厂之间呢越来越卷，因为大家更不敢花钱，你更不敢花钱的情况之下，你要嘛你就是品质要更好，你要嘛你就是东西要更便宜哦，那跟养股一样哦。我们现在要反过去打中国是不合理的，就不现实的事情哦。中国的通缩，那要想想看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有一群人利用的很好。就是虾皮卖家哦，买淘宝卖虾皮哦，然后3倍价钱啊，不就这样吗？那也造就了很多小富翁啊，也没多大。我很纳闷，他们赚那么久，怎么也没看他们谁这边房地产资产一堆，就是台湾市场还是一个先天就比较封闭的地方，就比较小了哦。现在淘宝99免运，对不对啊？就搞得怎样？搞得大家都直接去淘宝啊，现在有人绑台湾信用卡。那购物体验差不多啊，然后客服的积极度，我靠，对啊，我们台湾的虾皮客服爱回不回哦，那个大陆淘宝的客服很夸张嘞，他没回你，他会判刑一样哦，就很夸张啊，对，所以你说购物体验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太卷了哦。那99免运，然后还有拼多多你知不知道？这个要对中国他比较知道，拼多多49块台湾免运很扯这件事更扯他们的。角色是这样哦，就是说他们会去买拼多多挂淘宝卖，我们台湾是买淘宝挂虾皮卖。现在台湾消费者可以直接买拼多多，49块免运哦，不知道怎么讲哦。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电商品牌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冲击呢？那个电商巨头像 momo、PCO 那个给他们自己去烦恼哦，他们那个专业人士哦，台清交毕业那么多，给他们自己去开会。那我想一想哦，就是台湾中小企业的电商品牌要怎么面对这种中国来，那不要竞争，那是倾销啦哦，要怎么赢哦？我能想得到的就是独特性跟经营会员哦，独特性跟经营会员，要你去开模做一个很神奇的东西，这个也没办法，大家也没那个财力哦。那独特性是说，
你就不要再去做那个买淘宝卖虾皮的事情了，因为一定有人比你便宜。为什么他会比你便宜？他库存太多了，他现在真的要跑，你怎么办？那再来的话，独特性，比方说我乱讲一个生意，突然想到就多肉植物多肉植物。你在台湾你要把多肉植物经营出一个独特性不是很难你就用一个花器或者什么，然后上面有你的 logo 独特性。你去想一想你的生意怎样独特性。如果你的生意真的就是大陆买进来或贴牌那你很可能就会被受到冲击那再来是会员经营会员给个尊荣感就这样子。目前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的破局的方法，并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某某他们会比我们还要紧张。目前看起来没有嘛，他们面对这些竞争也没什么办法。那你一个牌子就不太红，你要变得超级红，这本来就是个超困难的事情，超烧钱的事情，也不是中小企业有这个实力。就是经营会员然后不刚紧啊，只能这样啦。你要让那个消费者下次跟你买，是因为你这个人，而不是说因为你比较便宜。如果你比较便宜就完了，因为一定会有人比你还便宜服务型的电商都还好，服务嘛比方说你请人做装潢或者什么那个就是本来就是认团队认师傅的，那边都还好。那你是卖货的就很麻烦真的很麻烦，要跟人家保钢筋要去做一个东西叫新战率，就奇美电视以前讲的就消费者会记住你这个牌子的观感啊、温度啊，或者怎么样那我们现在不讲那些虚的我们现在落地的应用有什么？我个人认为就是买你的产品，你可以发起使用见证，但是你的使用见证你自己去采访好了然后你把它编辑成一则小故事然后发在有购买的人，那你去都会加 LINE 嘛，官网那边的话都会加 LINE 当客服用，就发这些故事给人家看，大概就是这样。比方说不是那么硬邦邦产品见证，而是你要写点那个走心的文案。我乱说以我刚刚提到轮椅来讲那轮椅的话就不要说这个什么钛合金这没人要看，你就说这个我们有一位消费者林小姐，然后她买了以后，终于她妈妈愿意跟她一起出门然后她带她去附近山上的步道然后拍几张照片就这样就走心了你的轮椅价格或什么样当然是考量，但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你去玩这些形而上情绪价值的东西，跟人家把钢筋会比较理想。我现在看到真的是这样，我那些在业绩还有维持稳定的都是保钢筋出来的。还有一个技法我也知道，我也跟你讲，你也不会去做就是让你自己红起来跟着人买。现在不缺货，缺的是推荐货的人，你同意吧？所以就你自己来拍 YouTube 拍抖音，我觉得抖音还好，抖音含金量有点低。好，我讲这个又一堆拍短影片的我抖音也有成绩跟 YouTube 就相比就成绩上就差很多很多我说含金量就差很多。我这个赛道了那你让你自己红起来，然后你来推荐货，好，那就 OK 了。人家是认你这个人但红起来这件事情就是个玄学嘛，就是嘛，对，所以没有什么好的解法。为什么？我们现在面对的是通缩的中国，它的商品价格是倾销，它的产品的品质已经 OK 了，甚至有些货物比台湾厂商还厉害，这是真的。我在买那些建材我都知道。那我们能怎么办？破局没有什么好的破局方式就新战略去跟客人情绪价值把钢筋可能是一个我目前所看到客户们存活的比较理想的状态就这样。小故事不然就让你自己红再来说一下那个10大 YouTuber 这要特别说一下。我刚刚讲到第一名叫齐轩，对不对？你有听过吗？你有看过吗？他比较特别他是怎样？他是 Shorts 红起来了，然后其实他也不红但是他的 Shorts 就不用讲话，好像跳舞还是一些武术动作之类的然后就被传到欧美世界就爆了他的Shorts 很夸张，就是都几亿观看的都有就变我们台湾第一名的 YouTuber 那其实他自己也不红，也不太会有厂商去找他业配，他的短影音跟长影片的表现也差非常的多，这是属于时代的幸运儿啦就突然就爆红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个夜市特工做特效也很厉害这东西是有能力出海的都很厉害。然后 Pan Piano 就这个也是有能力出海弹钢琴，然后穿很辣这样
这群人阿神打电动，阿弟英文、绕味春卷等等，可惜啦，这些都是活化石了反正就是这样YouTube 的前几大那你也可以发现，就厂商现在怎么样，也不倾向去找这些头部的网红啊，他们都找那个比较小的几万订阅、几十万订阅就这样然后去找很多个，因为你这样加起来还会比找头部一折还要便宜，然后头部网红还有头部网红自己的问题。什么问题？很常翻车，你们有没有觉得？对啊，我刚念的名单里面多少人翻多少车了，所以不太 OK 啦。你没事，你可以去看看那个齐轩的影片那看他的影片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是说你做什么样子的短影有机会出海有机会出海会被国外的观众、海量的观众看到你去看看能够逆向出海的影片，就是长他齐轩的那个短影音的方式，这样。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旭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